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枪王》。游戏一共2个任务可以选择，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1P，那你用的就是男主；2P 的话使用的是女主。最大就是2个人一起玩，没有3P 和4P 了，非常的可惜啊。游戏的长度是14关，包括了第1关给玩家练手，还有最后一关最终 BOSS。中间的12关的流程，玩家是可以自己选择的。第1关的这个 BOSS， 严格上来说只是一个小的精英怪，它的名字叫做锡矿石。这款游戏敌方的名字都是用矿石、宝石，还有星座来命名的。中间的12关分3个等级，1星、2星、3星，玩家可以自由的选择。其实选择起来还是很有策略的。比如说你刚开始，你可以选择一个比较难的关卡，掉的血量多了，你就再选一个简单的，然后能够回血。回血的方式有2种，第一种就是过关之后的结算，会回一部分；第2种就是击中场景当中的一些生物，但是呢，你需要用射击、超级射击来进行攻击，才能把这些生物打倒。按方向按攻击键就是使用枪支。这里我放了一个超杀，这个超杀的使用方式比较复杂，是上、前、下、后、前，再按跳。不要看游戏只有2个操作键，一个攻击，一个跳跃。这2个键组合出来的招式非常多，其中跳跃键就可以前跳跃进行突进，下跳跃进行对空，按下按跳跃呢是滑铲，跳起来之后再按跳跃键可以进行空中的攻击，跳跃过程当中按下按攻击可以进行下压攻击，跳跃按上可以抓住上方的台阶，在上方的台阶按下可以从上方的台阶下来。另外超杀也是依靠跳跃键来使用的。攻击键如果推方向可以向8个方向进行射击，下前射击键就是这招强力射击，如果下前推到斜上可以向斜上的方向进行强力射击，并且跳跃的过程当中按下前推斜下可以向斜下的45度进行强力射击。这款游戏的招式非常多呀，但其实实用的并不是很多，玩家能够熟练的使用那么3-4个招式，通关就不难。因为游戏的类型实际上还是比较特殊的，全程都是 BOSS 战，有一点像我之前给大家录制的隐忍、洛克人力量大会还有赤色大地等等。这关打的敌人叫做金牛座，开着一个牛形状的机器，它的屁股长着一个铁菊花，展开之后可以扎人。这个结构和原理也是厉害啊。升龙的这一下就是下跳，判定还是很强的，很多 BOSS 的招式都可以利用它进行破解，但这些招式使用的时候你都不是无敌的。好的，这个也打完。男主和女主的性能都差不多，我感觉区别不大，但明显女主的防御能力比较高，估计是护甲方面占优势吧。这里我就先打1星的，然后打2星的，再打3星的。打的这个 BOSS 好像是叫做绿松石，因为这款游戏可查的资料非常少，有一些资料就表示这款游戏存在的一定的拼写错误。你这样就很为难我了，本身我就没有学过英语，我怎么判断它这个单词有没有拼写对啊？这个 BOSS 是一个剑士，
很多 BOSS 都可以通过卡位，你占据特定的位置，用特定的招式和 BOSS 形成特定的体位。这种类型的游戏往往就会陷入这种情况，就是打特定的 BOSS 有特定的套路。比较明显的就是洛克人力量大会第5关了。第5关白羊座。这款游戏我找了一下剧情的资料，很遗憾没有找到。那通过现有限的资料，大概能猜出来。就是有一个来自于魔界的王子，他控制了包括蒂亚女王在内的很多的战士，入侵人类的世界。主人公一行就去阻止他。咱们中间12关打的这些角色，应该就是被魔界的王子给控制了。通关之后，咱们可以见到这些人联合起来，对敌人进行了攻击。每一关如果打得快的话，大概1分钟左右。但后期的 BOSS 就比较难了。这里我发动了一个乱舞技，这个乱舞技使用的成功率还可以。它的招式要求的不是那么严格，但是这个乱舞技的指令我真的是有一点不太适应。大家想一下，上前下后前再按跳。很别扭啊，尤其是你经常玩格斗游戏，你就觉得摇杆摇一圈吧，还不是，因为它不包含斜着的方向，只包含这4个方向，然后再按跳。还好呢，我使用的是键盘，说这种招式还占优势一点。这个 BOSS 站点的话比较好打。它的名字好像是叫做红土，前面是红色，后面是棕土。在这里卡位，差一下了，好的 ，BOSS 超级呆啊！分数我感觉没什么用。下边的小野猪打了，是一个回血的道具，但是我没有去捡。咱们刚打完这个货呀，这次他开始男女搭配了。这一个女忍者开着一个机器，这个机器叫做巨蟹座。巧了，我就是这个星座的。出的泡泡太快了，因为我进行超级射击的时候，硬直还是比较大的，贪刀的话很容易被打。敌方的飞艇发射了一个炸弹，城市已经一片焦土了，全都燃烧起来。不要被螃蟹的钳子打到，因为是一个多段的攻击，超级疼。这款游戏 BOSS 的套路并不复杂，区别就是越到后面的 BOSS 攻击力越高，打人的血越多。这样的话，高等级的 BOSS 尽量要少失误。游戏整体的系统更像是一个格斗游戏，因为其实咱们还可以防御呢。A 和 B 一起按住不松手就是防御。防御的话也会掉血，但是掉的很少，所以说防御键还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操作。巨蟹座打完了，这两个家伙叫什么？叫宝石吗？2台机器，1号和2号。他们身后这个恶魔的雕像身上缠的是蛇啊，大家仔细看就明白了，它真的是缠的是蛇。但是因为早期的游戏嘛，
分辨率比较低，所以说有些玩家会看错。跟这两个家伙打，保持距离。被他的铁拳抡了2下。他们两个就是保证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。最具有威胁的招式就是把他们的铁拳抡起来，这样你很难从他下方钻过去。两个货血量都不多了，竟然是一起带走的。看一下下一个选谁？2星的还有几个呀？还有一个狮子座。我想起了一首歌，不知当唱不当唱，算了吧，我又没有版权。狮子座的攻击套路更加明显。每轮攻击先是吐蓝色的子弹可以抵消，然后是吐红色的火焰躲一下，第3波攻击就是抓人。所以这个家伙还是很好打的。在2星的怪里边难度比较简单，扑了我一下。这关就是不断的掉落呀，在掉落的过程当中和他进行攻击。BOSS 血量不多了，普通的射击攻击力不太高，但是段数比较多，射速快。超级射击的话比较慢，但是力道强。所以你射击的时候就要考虑啊，你是射击的频一点，还是攒一发？打完，应该是没有2星的怪了，后面都是比较难的了。4个3星的。咱们先来水瓶座，3星的怪都比较难。这个 BOSS 开始，咱们就要进行防御了。打他的话，普通射击攻击力不是很高。水瓶座是有零件的，它左右两侧的发动机都可以拆下来。这叫放电。他最讨厌的技能，多段攻击。因为主人公被攻击之后，几乎是没有无敌时间的，被敌人打中了就是一串，半血了。这样他两侧的发动机都拆了，竟然还能飞起来。他放炸弹的时候就是打他的最好机会了。但是我拼了一波，我的血也没少掉。好的，一个跳踢，血量没有回满，大概每个 BOSS 会给咱们回1/3左右。还能够进行倒地追打呀。摩羯座，这个 BOSS 的攻击套路也比较明显，他每次都是放一个
散弹的火球，然后呢就是突进。有几种形态，一是绕着屏幕一圈，第二种是蛇形走位，就是现在这种。第三种的覆盖面积比较大，它会把整个屏幕都走一遍。第四种就是直接向玩家撞过来。另外，它的落点每次都是台阶上面一次，然后台阶下面一次。打这个 BOSS 最好不要想着怎么躲，防御就可以了。防御掉的血也不多，但如果你万一被撞到一次，可能1/3左右的血量就没有，非常的危险，容错率很低，所以说最好还是防御。这次到下面等他。血量不多了。这个游戏是有时间的，如果时间到了，咱们没打完 BOSS， 应该会出来一个骷髅骑士。那样的话就相当难了。骷髅骑士在最后一关会见到，但是他被最终 BOSS 吸收了。最终 BOSS 简直是自毁长城啊！这关是处女座，看形态是一个战士，格斗技。我的这招升龙可以把他的飞脚打下来。打他的话，最好就是和他保持一个中段的距离，然后开枪就可以了。如果太远，他跳过来就使用升龙。他的镜子可以挡一发枪，但是硬直时间非常的长，这脚踢中我了。其实这关难的不是 BOSS， 而是这个小兵非常讨厌。把小兵清了，后面应该还会再出，咱们就趁着还没出之前，快点输出吧。占一个中距离，枪的超级射击平射是下前按攻击键。他一点了，这个镜子也太能挡了，我的普通射击没有用。中间的12关好像还差1关了，后面就是最终 BOSS 了。这关看起来是一个女的魔法师，但实际上呢，她的武技也是格斗。另外，她的名字也非常有意思，海王啊！这个妹子是个海王。打她的套路就是窜线，然后趁她上来的时候突进。但是啊，突进的时候不要离得太远，太远的话，她容易放一招能量球，能量球打人非常疼。他半血了，等他上来落地之后，硬直的情况下，然后就可以打他了。这个能量球放出来之后，具有跟踪的效果。是一个指向性的攻击，血量不多了，要收了。哇，刚刚这一下怎么说呢？他带的小兵应该是害了他呀。本来我这个突进快完事儿了，结果被他小兵打断了。
然后又用出来一个，两个技能连续上了，成为了一个连续技。这里是最后一关了，碧雅女王，大家可以看见后面那个骑士啊，竟然被干掉了。自毁长城啊！我想起了死神的友哈巴赫，大概就是一个类型的行为。最终 BOSS 有一点好处，这个小兵打完了之后，他不再刷新了。打这个最终 BOSS 就是他隐身的一刹那，你一个滑铲躲过之后，再对他进行攻击就可以了。这关的时间勉强够。但有些时候 BOSS 不按套路出牌啊，这样咱们就会挨打几下，没关系，血量够。放超级射击的时候一定不要放单发，赌一把，就赌能够射中他。哇，他这招厉害啊！我只能防了。其实站位合理的话，可以把他打下来，但那是高手的行为啊。咱们如果有机会，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BOSS 的血量不多了，我又有点浪啊，要小心一点。这是个机会，只打到了1枪，理想情况可以打3枪。前跳和升龙能够形成连续技，但是伤害感觉没有上升多少，因为你打的段数够了 ，BOSS 自动就会倒地了。血量不多了，要收尾了。我的枪没举起来呀，这下好遗憾。枪怎么还能举不起来？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这样的话通关了。通关之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剧情。附在蒂亚女王身上的恶魔出现了，然后之前咱们所有战胜的挽救回来的同伴合力给了他致命一击。这款游戏的素质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在我的经历当中算是冷门的游戏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枪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